美国最新和平法案将向俄乌开放5000亿美元租借计划，同时还将取消对乌援助的所有限制。乌克兰再获20亿美元援助，原因是美国少花了20亿。未来3年，英国计划重建可靠的陆军部队，摆脱大型军队思维。美军再次增加海外军事基地，新地点选择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7月28日，日本与美国签署30亿日元的爱国者导弹出口计划。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宣布成立联合部队总部，由1名美军3星上将指挥数万驻日美军。7月28日，黎巴嫩突袭戈兰高地，以色列可能将发动全面战争。7月29日，美国宣布将向乌提供17亿美元援助，用于防空系统、火炮以及迫击炮等一系列弹药。同时，美国还将额外提供2亿安全援助。7月29日，韩国国会议员表示，朝鲜发射失败的卫星使用的火箭发动机很可能是俄罗斯提供的。7月29日，4架 F-16现身乌克兰战场，首次出现在敖德萨上空。7月30日，乌军使用无人机成功对俄空天军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实施斩首行动。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与特朗普2016年至2020年竞选团队顾问大卫·厄本近期联盟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概述了当特朗普入驻白宫之后，五角大楼可能会采取的对乌政策。在文章中显示，蓬佩奥建议当特朗普当选之后，可以为乌克兰制定一项租借法案。这是二战时期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帮助英国的方式，价值5000亿美元。这项法案规定，美国将以贷款的形式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可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向美国申请需要资金，然后采购美制武器对抗前线俄军。与此同时，还希望美国可以取消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所有限制，包括提供武器的类型与使用的限制。换句话说，乌军在战场上需要什么样的武器，美国就根据租借法案向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武器，并且没有任何使用限制，包括鼓励乌军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对俄本土深处目标袭击等。同时，蓬佩奥还表示，可以考虑启用美军退役的 A-10 攻击机、F-16 战斗机以及其他飞机，协助乌克兰建立一支可靠并具有相当规模的空中力量。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还可以共同组建一个联盟，在乌克兰战场进行防空作战。因为按照美国的理解，协助拦截导弹和武器并不是直接对俄军进行攻击，所以无需担心战争升级。另外，两人还建议北约要确保克里米亚实现非军事化，并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帮助乌克兰实现重建，同时建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来武装乌克兰。美国将出资20%。蓬佩奥还建议特朗普对俄罗斯实施真正的制裁，因为现在的制裁条约允许俄罗斯进行与能源生产相关的交易，而这正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蓬佩奥认为美国不应再允许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蓬佩奥之所以提出这项建议，就是为了释放扩大美国的国防工业，同时向俄罗斯传递一个信号，让普京明白战争必须结束，因为俄罗斯将面临不断上升的战争成本，并且没有机会取得进一步的收益。在实施这些措施之后，北约与乌克兰就可以掌握谈判主导权。战后，北约协助乌克兰建立的防御力量还能防止俄罗斯再次入侵。另外，蓬佩奥与厄本还主张，北约应该拒绝承认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就如同过去不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与东德一样。至于俄罗斯方面，如果普京能遵守这些条款，北约将逐渐解除制裁。而当乌克兰加入欧盟与北约之后，制裁也将完全解除。另外，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处于外界担忧特朗普入主白宫可能会停止对乌援助的敏感时期。针对外界言论，两人也做出了回应，表示关于特朗普会停止援助，并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以实现俄乌和平的论调，完全是无稽之谈。那么，文章中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又是怎么想的呢？
从目前来看，其实从4月份开始，特朗普面对俄乌战场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当时的乌克兰正在面临着军援大幅减少、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困境，所以美国迫切希望能尽快通过610亿美元的援助。面对已经延宕半年之久的援助法案，美国共和党最终同意援助。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对外表示，乌克兰的生存对欧洲来说非常重要，对美国来说同样重要。要是我当总统，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但事实是，这场战争不仅已经发生，而且还在不断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就成了特朗普最优先的事项。归根结底，特朗普与拜登的许多主张虽然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欧洲的和平至关重要。你们觉得呢？美国错估对乌军援物资价值已不是一次两次，想直接送就直说嘛，大家都懂。2023年6月20日，五角大楼表示，其工作人员使用重置成本而不是折旧价值来计算运往乌克兰的物资价格，导致出现62亿美元的记账错误，因此需要向乌克兰追加运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物资。而今年7月25日，美国政府问责署公布的报告指出，由于对外援助法中价值定义的模糊，且缺乏对总统拨款权的具体估价指导，导致所报告的军事援助价值不一致，其又发现了20亿美元的记账错误。因此，美方可以向乌克兰追加提供价值20亿美元的物资，以匹配拜登政府批准的援乌总额，而这也使得对乌援助记账错误金额升至82亿美元。美国政府问责署建议美国会明确总统拨款权相关估价定义，敦促其更新相关指导方针。目前五角大楼已表示将接纳所提建议，并概述了如何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而这对乌克兰无疑是利好的。目前美国国会批准的610亿美元援助中仅使用一部分，拜登可能会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英国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沃克23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英军必须在3年内做好作战应战准备。据他所说，英国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是愤怒的俄罗斯。他称，战后实力变弱的俄罗斯仍然极为危险，认为其会向力挺乌克兰的欧美国家进行某种形式的报复。沃克强调，战争之路并非无可避免，只要英国能重建可靠的陆军部队，这意味英国陆军未来3年将进行一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军事改革，以保证威慑力。他将这场改革称为非战争计划。据悉，其改革重点是让英国陆军摆脱大型军队思维，将重心放在无人机战术、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多弹头精准打击导弹等军事科技上，从而创造一个军事物联网，让英国陆军能够更快地应对更远距离的威胁，并摧毁3倍于自身规模的敌人。而时间之所以是3年，是因为据欧美估计，乌俄战争停火后，俄罗斯重建军队需要3到5年的时间。美军海外军事基地数量又多了。据路透社检视相关文件，并访问美国和澳洲防务官员后报道称，美军正在澳洲北部修建新的军事基地。之所以会选择澳洲北部，主要是因为比起位于澳洲东岸的首都坎培拉，北部的达尔文城市更接近菲律宾，且长期以来就是美澳两国的驻军城镇，其内驻扎着澳洲国防军以及轮值驻扎的美海军陆战队。此外，在达尔文城市往南数百公里处，正好是澳洲空军的丁达尔基地。近些年来，澳洲空军与美国空军的演习或临时任务都是从这里起降，有着相当完善的基础设施。据美海军陆战队轮值部队指挥官穆维希尔表示，澳洲北部，尤其是达尔文城市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十分适合开辟新基地。目前，新基地的情报简报室、能起降轰炸机的跑道、仓库、资料中心以及维修机棚等已在施工建设，大型的邮储设施则已建设完毕。这个建造中的新基地将成为美国空军及海军在该地区的首要海外据点。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于7月25日宣布，军售比利时 GBU-53B 精准弹药案目前已进入知会国会阶段。据悉，该军售项目主要有196枚 GBU-53B 弹药、武器挂载人员装置以及附带的其他后勤零部件、人员训练和技术支持服务，合计金额达 1.5 亿美元。之所以有这项军售案，是因为比利时空军未来将在除役 F-16AB 机队的同时换装 F-35A 战机，而采购 GBU-53B 弹药的目的便是强化 F-35A 战机的防区外打击能力。那 GBU-53B 的性能如何呢？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弹药为美国 RTX 公司研发的空射精准滑翔炸弹，又名破风者，以红外线、毫米微波、半主动激光和复合制导模式制导，
且可与友军合作，执行先发射后控制的 A 射 B 导任务。据悉，该弹药自2017年进入全速量产至今，已被 F-15E、FA-18EF、F-35ABC 等4-5代战机以及战略轰炸机列装使用。且在过去1年里，美军还将该弹药军售给挪威、意大利等国。据波兰国防杂志7月24日报道，波兰将在未来2周内签署一系列抵销协议，为波兰部队采购96架 H-64E 阿帕奇直升机。该采购计划从2022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于近期取得了最新进展。除了要采购 H-64 阿帕奇直升机以外，波兰还在同时进行其他一揽子采购计划。美国对此进行了公开，包括37架场供雷达、96架现代化雷达频率干涉仪、1844枚2代地狱火导弹、460枚 JAGM 导弹、508枚毒刺空对空导弹以及数千枚轻型 APK-WS 导弹。该合同总价值估计为120亿美元，预计最终价格可能会略低。其中合同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军事融资计划下的美国贷款来垫付。此次采购合同将是波兰部队历史上最大的合同，也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直升机采购合同之一。而波兰之所以要采购这么多的 H-64E 阿帕奇直升机，主要是用来取代国内落后的米24此路直升机。据悉，这批 H-64 阿帕奇直升机是其整个系列的最新版本，它通过改进的 T700 机翼 701D 发动机增强了性能，与前代产品相比，可提供更高的速度、耐力和敏捷性。同时，它具有更加先进的传感器和航空电子设备，包括最新的目标瞄具、飞行员夜视传感器以及雷达系统。在武器方面，它能够携带各种武器，比如地狱火导弹、9头蛇70火箭吊舱和30毫米 M230 链炮，拥有十分强劲的输出火力。而且改进的武器管理系统能够确保其在战斗中拥有更高的精度和效率。此外，这批最新款的 H-64E 阿帕奇直升机专为现代化的战争环境而设计，它具有增强通信和数据共享的能力，使其能够与其他飞机、地面部队以及指挥中心无缝桥接，进行规模性的联合作战。预计这批 H-64E 阿帕奇直升机的引进将极大提高波兰陆军航空兵的能力，但相应的也会带来巨大的训练和后勤挑战。目前，波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已经开始进行培训工作。据自由时报7月25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式陆基反舰导弹射击场。日本防卫省表示，这将是国内首个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导弹射击场。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森下泰臣指出，此前陆基反舰导弹的训练大多都在美国或澳大利亚进行，能够参加的部队非常有限，训练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若日本本土拥有训练基地，可确保自卫队拥有稳定的训练机会，有望大幅提高作战熟练度，这将直接关系到整体国防能力的强化。至于选择将射击场定在南鸟岛的理由，森下泰臣表示，南鸟岛位于日本最东端，占地 1.52 平方公里。除了气象厅、海上保卫厅和海上自卫队等派驻的驻守人员之外，岛上并无一般居民，再加上岛上本身就有海军基地，且周边往来的船舶和飞机都很少，非常适合进行射击训练。日本希望能够在2026年度以后可以如期使用该训练场，并计划每年将分数次，每次进行数周的射击训练。除了改良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也在开发中的高速滑翔导弹等，也可能在此进行试射和训练。据美国国防部7月23日消息，海军水面作战中心怀尼米港分部近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可转移重新武装机制的陆基演示，即允许舰艇在航行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导弹单元填充的行动。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特罗强调了 TIAM 的重要性。他表示，这能够消除军舰长长时间退出战斗后需要在港口重新装填武器系统的弊端，完善和部署这种能力，可以在战时保持持续的前沿打击能力。倘若美国海军真能实现在海上进行导弹填充，将会大幅提升舰队的后勤灵活性，以及远程火力的数量和速度，率先取得战略性优势。据战区7月22日报道，在2024年英国范保罗航展上，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新概念无人机骑手5。通用原子公司表示，骑手5概念尚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它既由骑手2改进而成，可以用来执行各种情侦监任务，也可以采用混合配置，有望对未来航母作战带来革命性改革。同时，通用原子公司也指出了骑手5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航舰弹射器和制动装置会对飞机起落和机身结构产生巨大压力，因此起手5的模块化设计必须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强化，才能承受舰载环境的严苛考验。目前，通用原子公司正在与包括英国皇家海军在内的潜在客户就起手5的概念进行讨论，包括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RSSTC 于7月24日对外宣称，已向俄罗斯交付了一批最新款的 TM140履带式全地形车。该车车长 7.21 米，宽 2.65 米，高 2.19 米，重 11.2 吨，可容纳7名机组人员。车体装甲可以抵御轻武器射击，车首为船形结构，有利于减少水上行驶时的阻力。车体后部是宽敞的载货舱，采用封闭式设计，可以增加水上航行时的浮力。而且因这款 TM140 主要用于在极北地区执行特殊任务，周围环境温度较低，还在驾驶室和客舱加装了独立的加热系统，发动机也配有启动预热装置。此外，其发动机还采用了特殊的中置布局，拥有极强的操作稳定性、行驶平顺性以及超强的机动性，最高时速每小时45公里，航程550公里，即使行驶在雪地和沼泽上，也能实现如履平地。这些特点大幅提高了俄军在偏远地区开展救援工作的能力。目前第一批车辆已经交付，预计今年年底将会交付更多。据德新社7月24日报道，德国最大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已证实将会在乌克兰建造一家弹药工厂。今年2月份，莱茵金属公司首席阿明·帕佩格和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部长亚历山大·卡梅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签署了一份协议。按照协议内容，莱茵金属公司会和乌克兰当地伙伴公司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将在未来每年生产6位数的155毫米口径炮弹。出于安全原因，当地合作伙伴的名称、工厂位置以及生产开始日期都没有透露，以至于整个生产行动完全等同于在秘密进行，这让外界对其产生了一定质疑。如今莱茵金属公司公开证实，可能意味着该工厂的生产工作已经步入正轨。此外，该工厂并非莱茵金属公司在乌克兰的第一家企业，早在2023年10月，莱茵金属公司就已经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签署合同，在基辅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当时该企业对外宣称将主要用于修理军用车辆，但外界普遍认为其后续可能会成为生产军用车辆的基地。据共同社报道，7月22日至25日，日本将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开展联合军演，此次军演名为日本天空，属于2024环太平洋军演中的一个环节。其中，日本与法国的演习在茨城县百里空军基地附近举行，法国空军出动了4架阵风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2架 F2 战斗机，而日本与德国的西班牙的演习则是在北海道千岁基地举行。德国和西班牙分别派出8架阵风战斗机、4架台风战斗机，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4架 F15。这是西班牙首次，也是德国自2022年以来第2次向日本派出战斗机。日本表示希望能通过此次演习深化与北约国家的合作。然而，军事专家却认为，此次演习或许并非只是简单的展示军力。就地理位置而言，无论是百里基地还是千岁基地，都已经临近俄罗斯附近海域。如今乌俄局势日渐紧张，欧洲国家却在亚太区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演，其目的着实值得推敲。据俄罗斯报7月23日报道，经过升级改造的首批米格 31BM 战机现已交付俄罗斯国防部。与米格31相比，米格 31BM 的作战效率要高出 1.5 倍。它安装了更先进的机载雷达、电子干扰系统、制导系统和光学定位系统，可以利用发动机的热量探测空中目标，能够同时追踪最多10个目标，并用导弹攻击其中6个。同时，它采用了功率更耐用的 D30F6 发动机，并配有数字自动控制系统和等离子点火系统。而且此前还有报道称，纳兹索克尔公司正在使用类似于苏57的电传系统，取代米格31上的机械传动系统，能够在减轻飞机重量的同时，又能够全面提升飞行性能。其中 R3000M 导弹的射程达4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可达6马赫，美国已经将其列为高超音速导弹。至于 R74M 导弹则是一种短程导弹，最大射程为40公里，其拥有一个全角度的导引头，一个可操纵矢量的固体燃料发动机，并加强了对各种电子干扰措施的防护，极大增强了米格 31BM 的近距离作战能力。俄罗斯媒体认为，完成升级后的米格 31BM 其战斗性能或将赶超 F16。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接下来的动作有什么预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